果你最近刷到宋威龙和赵今麦的同框视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明明没有正式官宣什么，明明每一次互动看起来都可以解释成宣传期的正常营业，可偏偏镜头一转，评论区就开始集体失控。有人说这不是恋爱是什么？有人说两个人根本不需要刻意营业，站在一起就已经有故事感。还有人更直接表示自己已经彻底陷进去了。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不是他们有没有恋爱，而是为什么宋威龙和赵今麦只要同框就能制造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氛围。这种感觉不完全来自颜值，也不只是来自身高差，更不是简单的剧中滤镜，而是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非常自然的小反应。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对让网友反复重播的组合到底为什么这么容易让人上头。第一点，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个人从一开始的生疏到后来越来越自然的变化。刚开始合作的时候，他们并不是那种一见面就非常熟悉的类型。赵今麦曾经提到过，两个人最开始相处的时候比较专业，也有一点放不开，这其实非常正常。一个是气质偏清冷，话题感很强的男演员，一个是性格相对稳定，反应非常灵活的女演员。第一次合作，彼此之间存在距离感，反而更真实。但随着拍摄时间增加，两个人慢慢熟悉以后，画风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客气到互怼，从礼貌到接梗，再到后来，一个人刚说完半句话，另一个人就已经知道该怎么接。这种变化才是很多观众真正觉得好磕的原因。因为真正让人觉得舒服的互动，从来不是每一句话都精心准备好的甜言蜜语，而是你说一句，我马上懂；你开一个玩笑，我不用解释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这种默契一旦被镜头捕捉到，就特别容易产生所谓的氛围感。第二个名场面就是两个人之间非常有意思的互怼模式。宋威龙和赵今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甜，他们更像两个熟悉以后开始互相拆台的人。宋威龙有时候非常自信，比如在直播互动里，当赵今麦问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回答自己在耍帅。这句话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换一个搭档可能就是普通的宣传互动，但到了赵今麦这里，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不会顺着夸，他会吐槽，而宋威龙也不会尴尬结束，反而继续接，你来我往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非常轻松的节奏。最有意思的是，这种互动并没有让人觉得刻意，反而像两个已经熟悉起来的朋友在镜头前完全放松之后自然产生的反应。所以很多网友才会说，这两个人不像是在演甜，而像是在玩。而一旦观众感觉到两个人是真的玩得起来， CP 感就很容易出现。第三个让人上头的地方是宋威龙在赵今麦面前呈现出来的反差。很多观众对宋威龙的印象往往是高冷、帅气、距离感比较强，尤其是在影视剧里，他经常承担那种外表冷静、气场很强的角色。可是到了赵今麦面前，他的状态却经常发生变化，会搞怪，会自夸，会被吐槽，甚至有时候自己刚耍完帅，下一秒就开始觉得尴尬。这种反差特别容易制造喜感，而赵今麦恰好又非常擅长接住这种反差。他不会因为对方是帅哥就一直顺着，而是该吐槽就吐槽，该拆台就拆台。于是一个负责制造话题，一个负责把话题接住，一个往前冲，一个负责把节奏拉回来。这种组合为什么好看？因为它有来有回。真正舒服的双人互动永远不是一个人不停输出，另一个人不停配合，而是两个人都能影响对方。第四点是他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熟人感。很多网友会发现，两个人真正好看的瞬间，
反而不是那些最标准的营业镜头，而是一些很短的小片段，比如一个眼神，一个笑，一句只有他们自己能理解的梗，甚至是一个人说到一半，另一个人已经开始笑。这种细节没有办法完全靠台词设计，因为镜头越近，越容易看到演员真正的反应。也正因为如此，很多观众会反复回放这些片段，不是因为发生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事情太小了，小到只有真正关注两个人互动的人才会注意到。第5点就是两个人在综艺里的化学反应。你好，星期六相关互动之所以受到讨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单纯站在一起，而是游戏、接梗和剧中角色记忆把两个人之间已经形成的默契进一步放大。比如游戏过程中，他们能够迅速理解对方的暗号，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把话说完整。这种状态对于普通合作搭档来说，其实已经算比较舒服了。而对于观众来说，这种默契又非常容易被自动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那就是熟。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反应非常熟悉时，镜头就会产生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你甚至不用听完整句话，只看两个人的表情，就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一些综艺片段经常被剪成短视频，因为他们天然具备短视频最需要的东西：节奏快，反应强，反差明显，而且不用大量背景介绍，观众几秒钟就能看懂。第6点是他们的身高差和视觉关系，这一点其实非常现实。宋威龙本身身材比例突出，赵今麦的气质则更加轻盈明亮。当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视觉上的对比非常明显，这种差异会让画面天然拥有层次感。尤其是在活动、红毯或者剧宣照片中，两个人只要站得比较近，镜头就很容易自动形成男女主角式构图。但真正让人觉得舒服的是，他们并没有完全依赖这种视觉差。因为如果只有颜值和身高差，热度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真正让 CP 讨论持续下去的是视觉效果加上性格互动。也就是说，第一眼让你觉得般配，第2眼让你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第3眼开始注意他们的表情，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反复寻找细节了。第7点，也是最容易引爆评论区的一点，就是他们之间那些似有似无的暧昧感。这里必须说清楚，所谓暧昧感，是观众从镜头语言和互动氛围中产生的感受，并不等于现实恋情。目前公开信息并不能证明两个人已经发展成现实情侣，所以大家真正可以讨论的是为什么他们的互动看起来如此自然。例如在一些活动中，两个人会有眼神交流，也会互相接话。有时候一个人主动靠近，另一个人并没有明显躲开。这些行为单独来看，其实都可以有很多解释。可能是工作需要，可能是朋友之间的自然相处，也可能只是因为两个人已经合作过一部作品，所以彼此更加熟悉。但是当这些细节连续出现的时候，观众自然会产生一种整体感，就像拼图一样，每一块都很普通，拼在一起却很容易形成故事。第8点是所谓的剧外售后。骄阳似我结束以后，很多观众并没有立刻走出来，原因很简单，剧中的角色关系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情感牵引力。当观众习惯了林宇森和聂曦光之间的相处模式，在看到宋威龙和赵今麦本人互动时，很容易产生角色与演员之间的联想。尤其是两个人在综艺和活动里继续使用剧中的梗，观众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故事没有真正结束，好像林宇森和聂曦光还在继续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售后感。而这种售后感对于一部影视作品来说，其实非常珍贵，因为它说明观众已经不只是关注剧情，而是开始关注演员本人的化学反应。
第9点是网友为什么会越来越磕上头？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对组合满足了太多观众喜欢的情绪元素：帅哥美女，明显身高差，清冷男主，明媚女主，互怼，反差，默契，害羞，还有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不确定性。如果两个人真的已经公开宣布恋爱，那么很多讨论反而会迅速失去悬念。但现在的状态刚好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观众可以开心地看他们互动，也可以把他们当成非常有默契的合作伙伴。喜欢 CP 的人可以继续磕，理性观众也可以保持距离。这种开放式空间反而让讨论持续升温。第10点是为什么评论区会出现谁还在嘴硬这样的说法？因为很多人已经发现自己最开始只是想看一眼，后来变成看一个视频，再后来开始搜两个人的综艺，然后开始补花絮，最后甚至会把某个眼神暂停下来研究。这就是典型的越看越上头。尤其当观众发现两个人并不是每一次互动都甜，而是甜和搞笑交替出现的时候，就更容易形成记忆点。因为太完美的互动反而容易让人觉得像广告，但有时候一个人突然尴尬，另一个人突然吐槽，或者两个人同时笑场，这些不完美反而让他们显得更真实。第11点其实也是这段关系最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急着给他们贴标签？如果他们是朋友，那么这份默契依然很好看。如果他们是优秀的合作搭档，那么这种化学反应同样值得肯定。如果未来真的有新的合作，那对于喜欢他们的观众来说，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如果他们最终只是停留在演员和朋友的关系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观众喜欢的从来不一定是一个确定的答案，有时候正是这种没有答案的感觉，才让一段互动拥有持续讨论的空间。第12点也是今天最想说的一点，宋威龙和赵今麦真正让人上头的，可能根本不是所谓的恋爱证据，而是他们之间那种非常自然的相处状态。一个人负责制造反差，一个人负责接住反差，一个人偶尔耍帅，另一个人负责拆台，一个人突然搞怪，另一个人马上跟上。他们没有必要每一次都靠肢体接触制造甜度，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够了，一句玩笑就够了，甚至只是站在一起，画面就已经拥有故事感。所以现在回头看，为什么网友会集体沦陷？因为这两个人身上同时出现了3种东西。第一，是演员本身的颜值和气质；第二，是角色留下来的情感滤镜；第三，是两个人在现实互动中真实呈现出来的默契。3种因素叠加以后，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化学反应。但我们还是要把最后的边界留在那里。屏幕里的心动可以大胆感受，网友的猜测可以当成娱乐讨论，但现实关系还是应该交给当事人自己定义。也许他们只是非常合拍的朋友，也许他们未来还会继续合作。至于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可能从荧幕搭档变成现实关系？现在没有人能够替他们回答，但至少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宋威龙和赵今麦这组搭档已经成功把同框变成了一种话题。他们一出现，网友就开始寻找细节，一个眼神能上热搜，一句玩笑能被反复剪辑，一个互动能让评论区瞬间分成2派。这才是真正的氛围感，不是强行制造出来的甜，而是观众看完以后会忍不住回头再看一遍。所以问题来了，你觉得宋威龙和赵今麦是真的特别有 CP 感，还是骄阳似我留下的角色滤镜太强？如果满分10分，你会给他们的现实互动打几分？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轻松、有细节、有反差的华语娱乐故事，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感谢每一位看到最后的朋友。
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娱乐圈那些让人越看越上头的名场面。